你听你说的那叫什么话？我没手没脚吗？要你妈来给我做饭吗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我几乎可以注定你将来一定有好日子过，但是这不重要，最关键是你那可怜的母亲要跟着一块受罪。你们俩好好过吧。那我现在要他一个保证好吗？视频中这位女生就是小超，那么她到底做了什么让涂磊老师这样气愤？原因还要从女友小超说起。当我想跟他在一起，我就只能去他们家，结果他妈每天给我。我说起来，我觉得特别的气愤。你自己不知道你妈给我做什么事儿吗？我还气愤呢。你住我家就住我家吧。你看我白天上班啊，你在家一头都闷到我房间里，就是去上网，连房间都不收拾一下。我妈妈中午怕你饿着啊，做好那么多菜叫你吃饭，你却去点外卖去，你说合适吗？小吉和小超恋爱已有3年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可事情并没有发展的那么顺利。自从小超创业失败后，就回到男友家和准婆婆住在一起。可小超在准婆婆家里的种种表现不尽人意，不但不会讨好公婆，反而对准婆婆破口大骂。正是因此，小琪忍受不了这个没有教养的女友，所以向小超提出了分手。但小超对于男友提出的分手很是不能理解，坚决不同意分手，于是就请求到节目组，想通过老师们的帮助帮忙劝一下男友，希望他能回心转意。而小超的态度却没有一丝悔改之意，反倒恶人先告状，斥责起男友的母亲。我没手没脚，我让你妈给我做饭了吗？而且你妈那么大年龄了，我凭什么要跟她有共同的话语啊？我就是为了避免饭桌上的尴尬，所以我才选择去叫外卖的。准婆婆准备一桌菜给儿媳吃，儿媳不但不领情，反倒恶言恶语斥责男友的母亲。面对这样蛮横不讲理的女友，小琪也是拿她没办法，只能一忍再忍。从此，这个刁蛮儿媳也给婆婆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幸好小超还有一点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在这个家已经待不下去，于是就主动回了娘家，并且还死缠硬拽把男友也拉了过去。结果就是在婆婆家闹了一通后，拍拍屁股走人，还把男友也带走。哪曾想回到娘家后，小超依然对婆婆有意见，故意使坏不让男友接母亲的电话。这件事让小琪更加气愤。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正上班着呢，然后我妈就突然来电话了，说昨天给我打了30多个电话，你为啥没接啊？我说妈冤枉呀，我昨天没接到您电话呀。后来我妈拿通话记录来看我，哎呀，确实打了30多个电话。你也知道，我妈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从昨天晚上到第2天上午那么长时间，如果我妈有个什么事，然后打电话，我爸又不在身边，他肯定给我打电话呀。你不要找这么多理由和借口，你就是维护你妈了。你妈安的是什么心呀？你跟我一在一起，你妈就为什么非要打那么多电话了？不就是想跟你说些那破事吗？不要跟他在一起，赶紧跟他分手。你在他们家住了一晚上，他就挂了你妈跟你的联系了，是吧？啊，对，而且还把通话记录删了。我这不就是害怕？你说他毕竟是他亲妈，你说他每天给他打个电话，也许说1次2次他觉得不为所动，万一你说10天8天的，我真的害怕他把我抛弃了。自从在男友家闹了一通后，小琪的母亲对这个刁蛮儿媳有很大意见，多次劝说儿子不要和她在一起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小超心知肚明婆婆不喜欢自己，所以为了和男友能在一起，不惜用这种下3滥的手段来维护2人的感情，还口口声声对男友说我这是爱你，我这是在乎你的表现。女友这种爱的方式让男友无法接受，更是让准婆婆也无法接受。对于小超故意使坏这件事，男友小琪很是气愤，强烈要求女友向母亲道歉。那天本来说的好好的去道歉，然后都到楼下了，你非要让我打电话问问上面什么情况。我妈电话里口气稍微有一点不好，然后你就冲上去破口大骂。本来是奔着缓和一下婆媳关系，哪曾想还没进门，婆媳俩就再次发生了矛盾，竟对准婆婆破口大骂。事已至此，道歉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。由此可见，婆媳关系想要缓和那是难上加难，尽管小琪在中间调解也都无济于事。面对这样的刁蛮儿媳，婆婆也是凉了心，根本不想待见这个不知好歹的女孩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最为难的还是小琪，因为母亲常年身体不好，作为家里独生子的小琪来说，将来结婚后是想和父母住在一块的，为的就是能有个照顾。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和父母住一起是不可能的。再加上平日里女友的无理取闹，对自己的父母又不知道尊敬，所以没办法，只好提出分手。但女友小超并不觉得自己哪里有错，坚决不同意和男友分手。他天天在门口堵着我，特别烦。我到这儿就是为了说他以后不要烦我了啊！你想分手对不对？对。
咱俩好了3年了，在这之前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，我要不分手，你肯定不会跟我分手的。你今天什么意思呀你？没戏了，咱俩真的以后没戏了。咱俩好了3年了才说这样的话，那早干嘛去了？这都这么长时间积压出来的。不行。啊？没戏。怎么才能分呢？不行，就得结婚。为啥呀？因为我爱他，我离不开他。你离得开他吗？能。男友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，连台下的观众都为他鼓掌。由此可见，这位女生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公愤，支持男生的做法。可小超还是死抓着不放手，死缠烂打也要跟男友结婚。听到这里，主持人都忍不住帮忙劝说：“姑娘，你就放手吧。”我都不忍心说，你说出来了啊，那挺好的。姑娘，你就放手吧。不行。啊？没戏。怎么才能分呢？不行，就得结婚。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，主持人也拿他没办法，只好求助老师们帮忙。接下来，听听他们对此有何看法。那么大岁数给你做饭，您都不知道感恩，那么好的父母哪儿去找？你居然还耍心机，人母给打电话您还不接，然后还给删了通话记录。我就想时时刻刻和他在一起，我没有安全感。丑陋。你说对了，他父母是不待见你，你这么做谁待见你啊？你在他们家闹得天翻地覆，道个歉，你过去又大吵大闹，你觉得你是谁呀？孩子，别着急挽回这段爱情，先学怎么做人，只有真心知道怎么去爱对方，才能换回对方的爱。作为一个晚辈，能和长辈大吵大闹，不知感恩不说，甚至还破口大骂，此等行为简直是丑陋至极。如果真想招人待见，那还是先学会怎样做人再说吧。此时，涂磊老师强压怒火，眼神犀利地向女生发出质问：3年了，有感情啊？有。怎么没看出来呢？人是有感情的，既然有感情，就万万不可能会像你那样说话，哪怕是说，鼻头也要酸一酸，眼泪也要掉几滴。难道你没有感情吗？3年他对你这样，但是你反过来对他是那样的声色俱厉。女生之所以来到这个舞台，目的就是想挽回这段感情，但整场下来没见过她掉一滴眼泪，反而在台上大言不惭，根本看不出一丝悔改之意。面对这样冷漠的女人，涂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决定好好教育一下这个无情的女人。养有跪乳之恩，鸦有反哺之意。你听你说的那叫什么话？我没手没脚吗？要你妈来给我做饭吗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你的嘴中除了对他的母亲的不屑和谩骂，你有所谓的尊重吗？你一点都没有。你在别人家里不吃别人的饭也就罢了，你居然叫外卖，那你住别人家干什么？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还知道跑到这儿来找回你的爱情，但你不想想，你有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们要帮助你呢？我穷尽所有的办法，从你所有的言语当中，哪怕找出一点，或者是一个可怜的神情，来理解你和同情你，我一点都找不到。不管今天跟不跟他在一起，拜托你跟对方的母亲说声抱歉，因为他为了你们俩之间是曾经是一次一次的容忍，甚至答应了要让你们在一起。但是你一步步把别人逼到墙根上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赔礼道歉吧。涂磊老师的话虽然重了一点，但句句都是肺腑之言。一个没长心的人，整场都在指责和谩骂别人的母亲，没说过一句人话，却还主动来到这个节目寻求老师的帮助。真不知道这个女生是怎么想的。眼前别的不说，最主要的就是先向准婆婆道歉，只有得到婆婆的原谅，才能谈2人之间的感情。那么听了老师的建议，2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？咱俩好了3年了，这3年里，你对我100%的，我知道你对我特别的好。我不想让你离开我，这3年里，咱俩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咱俩最长的分开也就1个月的时间。我觉得我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这段时间，你知道吗？2个月了，我每天睡不好觉，我吃不下饭。那你怎么能保证以后还
还不像以前那样发脾气啊。我怕你离开我，怕我离开你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一直强势的小超竟然低下了那高傲的头颅，向男友哭求不要分手。此举惊到了所有人，但唯独涂磊老师另有见解，认为女生的所作所为就是苦肉计而已，并不是真诚的道歉。男生，你要记住，黄金60秒，60秒，还有之前的那么长一段时间，我让他给你母亲道歉，他到现在都没有，足以证明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正的决心。刚才对你的所谓的可怜相也好，祈求也好，全都是权宜之计。你居然还问你怎么保证？保证什么呀？刚才我说他没说你是吧？涂磊老师话已至此，我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明白这其中的道理。至于男生最后怎么选择，那还要看他自己的想法，毕竟选择权在他自己的手里，别人说再多也无权干涉。那么结果到底会怎样呢？啊！我想跟男生说，做出任何决定是你的选择，但我由衷的为你的母亲感觉到悲哀。即便是你要给她一个原谅，也应该是在生活当中看见她逐渐的改变之后，你才应该给出她再次的选择。但是她一软，你马上就认错。我几乎可以注定你将来一定有好日子过，但是这不重要，最关键是你那可怜的母亲要跟着一块受罪。你们俩好好过吧。那我现在要他一个保证好吗？你要这个保证有什么用？果然不出所料，男生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住自己的想法，面对女友的苦肉计，直接败下阵来。当男生出来那一刻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为此感到气愤，特别是涂磊老师这次真的生气了，放下狠话，直接愤然离场，场面可谓是极度尴尬。但这些也只是外人的看法，毕竟选择权在他们自己的手里，既然这样，也只能尊重他们的决定。最后，为了缓解尴尬，主持人特意安排了一场不一样的求婚仪式，以此释放一下所有人心中的怒火。男生求婚不都贵吗？女生的这一跪或许代表着真诚，同时也希望她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好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也该结束了，屏幕前的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